這是中國最後一個通公路的鎮。内地去過嗎？沒有，有點走不了，害怕。帮一個從來沒有走出過喜馬拉雅山的女孩去內地過幾個月完全不一樣的生活，我們出發了。到底是在幫她，還是會害了她？其實我心底一直沒有答案。這裡是西藏，但沒有草原，只有森林覆蓋率高達98%的跨國叢林。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就是中國的，旁邊那條河就是中尼邊境，然後左邊的山坡上就是尼泊爾。這裡住着的也不是藏族，而是夏爾巴人。身份證民族欄裡寫着其他的族群。拉瓊想要走出的大山是這樣的。出去後，他第一次坐飛機點外賣，知道了什麼是包郵區、次日達，看到了很多以前只在手機裡刷到過的風景名勝，每天都是快節奏又新奇的生活。今年我穿越世界屋脊，第3次回到喜馬拉雅南坡，進入了雲霧的世界。曾和我一起見過繁華的夏爾巴女孩，她如今的生活，我沒想到狠狠給了當年那些質疑的人以及響亮的反擊。時間倒回6年前，最開始我和很多人一樣，也不信，都21世紀了，怎麼還會有人被困在山裡呢？直到我去到了陳塘鎮，看到了夏爾巴人的窘迫與無奈。2019年之前，沒有一輛汽車能開到陳塘鎮。看對面那個村莊啊，幾乎就是修建在一個懸崖峭壁之上。它那個村莊的下面啊，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壯觀的一個飛瀑。這就是這個人稱啊珠峰背夫夏爾巴人他們世代生活的一個環境。放眼望去，這沒有一塊平地。夏爾巴人只能硬生生在懸崖峭壁間擠出一點點生存空間，所以定居在懸崖瀑布上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了。這個懸崖村就是拉瓊的家。看看上面還有那麼多幾陡峭的台階要上，去懸崖村的路就好像插入雲霄的階梯。我自認為體力不錯的，爬起來也很痛苦。當我雙腿顫抖、喉嚨刺痛的在半山腰上打氣時，夏爾巴人背着重物在眼前嗖的一下，影子都看不到了。那一刻，我知道我們之間也隔着某種天塹。在夏爾巴人的傳說中，他們的祖輩是西夏國後裔，1000年之前一路遷徙至此，定居在這兒的代價也是顯而易見的。喜馬拉雅南坡撞上了印度洋暖濕氣流，1年中有長達5個月的雨季，本來就少的耕地，讓每一個人都吃飽更難了。所以第一次見面時，拉瓊說：“我們這邊很忙的。”這是拉瓊的舅舅，不下地的時候不停地編竹筐，不為賣錢，只是背到附近的鎮上去以物換物，100個竹筐換100斤糧食。有形與無形的阻礙，讓夏爾巴人徘徊在一個令我新奇又陌生的世界。我們能去你家參觀一下嗎？6年前我們剛認識時，拉瓊眼裡清澈見底，他對我還有外面的世界也很好奇，但保持着克制。內地去過嗎？沒有，可以去看一下。有點走不了，害怕。農耕生活有自己的時間進度表，經不起懈怠耽擱。他出去看看的難度比我想象中更大。2023年陳塘通路的第4年，我第2次來到了這兒。拉瓊的變化令我驚訝不已。拉瓊開的茶館啊，2年不見，拉瓊都當上老闆了。對，拉瓊眉宇間已經有了老闆的模樣，堅定自信。有一天他卻找到我，略帶羞澀遲疑地說：“我能不能跟你們一起出去看看？”爸爸媽媽同意。我知道這對於傳統內斂的夏爾巴人來說，拉瓊踏出這一步是多麼的勇敢。這些年自己四處行走，一直是世界在治癒我，給我力量。這一次我能幫助曾經對我無條件友善的人，我覺得比解鎖任何新的目的地更有意義。我告訴他完全沒問題，費用我都可以承擔了，他可以在內地和我一起，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沒想到的是，這件事在互聯網上卻招來了很多的爭議和指責。這些言論無非企圖掩蓋高高在上的傲慢，他們就希望大山裡的女孩一輩子過着一成不變的生活，只為了滿足他們對原始與純真虛偽的自我感動。可是憑什麼呢？事實上，我和拉瓊一起度過了充實快樂的4個月，到過雲南、四川、重慶、上海、浙江、江蘇，一起看摩天大樓、超級大橋，一起打卡那些他曾經憧憬過的地方。好大哦！我小時候電視機看的那個最想去的地方，現在真的來到了。一起坐飛機，一起逛街，潮人，對，聽過啊，吃各地美食。好，對。拉瓊學會了看地圖、點外賣，辛苦了，好急。他自己就能下去，你看。這麼好的東西。還一起體檢、看牙醫，從剛開始的拘謹到後來慢慢交心。
我感覺自己就像多了個妹妹。拉瓊笑稱自己已經是陳塘鎮見過最多世面的夏爾巴女性了。今年中國最後一個通公路的鎮陳塘迎來了通路的第7年，我第3次來到這兒。又到雨季，我還沒來得及好好欣賞美景，就被路邊的廢墟震驚了。2023年，陳塘的路曾被降水冲毀嚴重，近半年時間車輛無法出入。這就是生活在喜馬拉雅南坡的鎮頭。看到家鄉又一次被打回到陆路孤島，拉瓊回家後沒多久就發消息告訴我，他考到駕照了，可以自己掌握方向盤了。這一次來，我迫切的想知道，我的夏尔巴人朋友，陳塘鎮見過最多世面的女性，從內地回來後生活的還好嗎？終於爬到了懸崖村的村頂，拉瓊，這一次他好像又不一樣了，一直等我們啊。之前是没有出過西藏，对，後悔嗎？没有後悔，沒有後悔。我記得有很多人說你那個時候不出去的話，永遠出不去，這樣說的，很羨慕你了這樣說。我不知道這個事情到底做對了沒有，我怕做了一個錯的事情。心裡的一些想法有沒有變化？我們去那個雲南，吃那個過橋米線，我也覺得真的做一個。我忽然想起，在內地那4個月裡，拉瓊對每樣美食都很感興趣，經常詢問怎麼製作的。原來他從來沒把自己當做一個大城市的仰望者，而是時刻準備着回到家鄉去添磚加瓦。茶館賣酒的話，收入還可以吧，但是現在很傷害，每天都熬夜吧。這個我不想做，還想做個名字，賺錢吧。對。從內地回來後，拉瓊不但考了駕照，結了婚，還隨時隨地考察着民宿事業。令我最沒想到的是，把注重健康的生活理念也帶了回來。曾經的那些質疑、反對，在夏爾巴人的坚韌面前，可笑得不值一提。拉瓊始終把自己的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裡，這對於我和拉瓊來說就足夠了。之前出去的時候有沒有想，就是離開陳塘就在內地生活？想過沒有？沒想過。最後為啥還是回來了？不習慣。沒有朋友那種不習慣，還是那種？普通話說的也不好聽。大雨下了2-3個小時也沒停，1年中有差不多5個月的時間都是如此。喜馬拉雅南坡的雨季令夏爾巴人覺得漫長無比。拉瓊的父母、姑姑還在田裡冒雨幹活，哪怕每年這裡的人們都能拿到大幾千元的邊疆補貼，腳下的莊稼依舊是最不可辜負的根本。這裡的土地與這裡的人留住了拉瓊。離別時擁抱的瞬間，我有點恍惚了，不知下次見面是何時，但有這條路在，我們又何曾遙遠呢？你們也是，反正好好的啊。離開陳塘的路上，雨一直在下，在故鄉、出去、回來的敘事中，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拉瓊。看過遠方後，重回家鄉，一點一點改變腳下的土地，何嘗不是另一種方式擁抱遠方？